好，今天我们来继续寻找相同的讯息。那今天的题目是花卉语言那来预测一下谁将要牵起你的手谁将要牵起你的手？那这是今天的3张图因为这组牌卡每一张图都很漂亮了，所以我实在很难选择，所以我就让一些对比色黄蓝来做对比，让你们做一个差异性的选择那如果你要看久一点，记得按下暂停。那选好了，我们就开始喽。好，那我们就从选择第1号牌的朋友开始好，今天一样，我们来找一下最靠近的恋人的讯号恋人的讯号。题目就是大同小异，都是一些时间点上的差异啦时间点上的差异。那好，记得相同讯息很重要来，我们一样先把金星跟水星能量找出来，看看今天的讯号是哪些好，看一下。好，来第一张，第二张这张，这个难选择，我觉得它偏向先遇到的话应该是这张来。好，来我们来看一下这里我在思考它这一个跨度啦那这个跨度先这份，我先说今天选择1号牌的朋友，你们应该在某种辛苦的事情或者是某些低潮或什么，差不多要结束了，因为这边有一些正能量。有一些好的能量、正的能量已经进来了我仔细看一下，然后魅力也在增强选择1号牌的朋友，你最近魅力各方面好的能量都要进来了那如果你真的有如我所说的，你大概这1个月或者是前2个月都比较辛苦，然后做很多事情可能都有一点没什么进展，差不多这个也都快结束了。好的能量，好的贵人，各方面你已经进入边界了。可是，在我这边还是有看到有一些已经跨越的东西了，它没有那么远，其实还蛮靠近的，没有这么远。没有这么远的东西，就是说你已经这个边界没有离你很远了，你只要再坚持一下，那些复杂的事情，各方面都会轻巧的就被消灭、消化、感化掉了反正就是要进到下一个阶段。那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那一个人差不多在你跨越的这个边界的时间点上，也差不多靠近了。我觉得这一个靠近的能量还蛮强的。我们先把时间点直接翻到什么问题点我们就翻什么，不要照顺序来看一下。来，我先翻2个时间点看一下最近比较其实这2个时间点差不多这2个时间点都坐落在大概秋天的中期，秋天的中间，对，它确实是比较像是远道而来进入的一个状况所以大概到秋天的中间的时候，它大概就会比较靠近了然后最近因为已经看牌的时间已经差不多到5月，已经快到整个年终了所以以后翻出来的牌就可能不再往前讲，都是往后到隔年的5月之前的时间段所以这里说的秋天就是下一个秋天的那一个时间段的能量比较强，是没有非常远。然后在这一个阶段里面如果刚好那个时候你有老朋友、旧朋友、旧同学、旧同事，好久不见，10年、5年、20年没见的朋友要回来的时候，记得要去因为这边看来，刚刚这边说的一个好的能量的回来，会从他者、他人、旧的情感、旧的人、旧的怀念、旧的回忆里面去跑出来的一个
牵动的新的能量，所以他这边有极大的几率，有可能是你的老朋友、老同学带来的新朋友，把他带进来你的生活里面。好，那能量要开始翻篇章了啦。好，这个跨越完之后，能量的篇章就已经往下翻了。这边说，其实这份爱情，这份爱情，这个人各方面的条件都还算是正能量强，但我不太能说他蛮符合你心里所期待的那个人。我把它翻下来看看有没有偏向那个方向走，是没有特别符合你心里所期待的人，但是那一个人带来的新的耳目一新的感觉，你也会蛮喜欢的。也就是说，你以前喜欢过的人、喜欢过的类型、种类，这个人可能不太一样，但是他会带来一个新的喜欢。讲最浅就是新的喜欢，你没有经历过的那一个喜欢的感觉啦。你也可能会觉得，就是你也很意外自己对这个人有感觉，但是这里看得出来你们的感觉感情，他对你，你对他的感情，在见面之后才会慢慢的往上，缓缓的上升起来。这个节奏，我觉得这个节奏感不快他在我目前看起来是往好的方向走，但是这个节奏感不快。看一下节奏感的顺序，他要能够让你引申出你自己内在对他的感觉好感的话，可能也要在认识之后大概4到5个月之后，你才会发现自己对他的喜欢。他不会一下子就有。可是呢，这边有一个不避讳的东西是，他在底下有一个牵引的星星它是属于有一种致命吸引力的，就是说，其实你们原本被设定在应该要有很多东西一看到就喜欢的，可是它变得比较暗淡，比较慢慢的去，它让整个关系的走向在先建立一个比较好的朋友关系，再慢慢的把这个浮现出来。可是我在这边确实一开始指引你们相遇的那一颗星星跟指引的方向影响你们心情的各方面，就是说你遇到他的时候会有一些心情的起伏波动，都是因为他身上确实有带来一些致命的吸引力，类似致命吸引力，就是你一看就会喜欢的。可是你一看就会喜欢的那一个条件啊样子，都不是你原本预定好的，你想遇见的人什么的这样，它会带来一些小小的意外。可是这个意外在一开始遇到的时候就有，可是它很快就被藏起来。它大概要到4、5个月的时候，才会因为某种你们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好之后，它才会爆发出来。它不像发芽，它已经正在发芽，可是它是有没有那一朵花有没有被看到，可能要到4、5个月之后才会被看到。两个人这边都有那所以照这一个流程来看的话，秋天遇到可能要到明年春天的时候才差不多有感情要出来了如果照这个流程方向是这样走，来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它的位置、距离跟方向来，我先把一些基本重要的东西翻出来。好，他确实是往你这边行驶过来，但节奏不快他现在，我跟你说，他现在这一路上往你这里来，他开始会认识一些蛮多的新朋友跟好朋友的，然后他们会看他好像孤单很久或是单身很久，会帮他介绍一些人，所以你的出现很有机会是因为他自己本身的在他人眼里的评价不错，而想要介绍不错的人给他，而把他介绍到你面前。看似他被带来你面前，其实在这边的状况是你是被带来给他遇见的，所以在你们中间应该有蛮好的桥梁，这边看起来都还蛮好的桥梁有人有发现你们两个是适合的，所以把他带来，在你们两个都不知情的状况下，让你们变成朋友，然后你们的关系变好，在他的预期之中。节奏快吗？节奏会比这个人想得快，但是你们两个就照我刚刚前面讲的4、5个月之后才进入感情状况，有一个特点是，两个人在遇到的时候会把旧的爱情的挫折跟新的放在比较前面去感觉，因为你们都觉得
无论如何新的恋情进来都不要进展的那么快，慢慢看就好。可能是因为之前的感觉的关系，但是你们很难避讳一件事情是，我先说你们就算会当作感觉不到、听不到，但是你们心里很难避讳一件事情，就是对这一个人的喜欢在心里第一时间就有产生出来。就像我刚刚讲的，你们把它压下来了，压下来了哈，可是就有出来，都有压下来哈，然后你们两个保持的这个距离，你们两个的产生的这个防备心是好的，因为这边都已经设定好，要有这个防备心，要有这个距离，才会滋养出、衍生出、培养出更好的确定感跟安定感。就是在我刚说的4-5个月之后，其实这边要做一个修正，你们并不是4-5个月后才会明朗化对彼此的喜欢，而是早就明朗化在你们心里对这个人的喜欢，但要拖到4-5个月之后，才让自己比较确定，他也才让自己比较确定啦。你们两个人会有这个默契，但是是没有拿出来讲的。两个人就默默的以为自己做的方式是对的，但是其实两个人同时都在做这一件事情。然后来看一下，我把这一个概念来生成的，看一下它的连续怎么跑。好，看一下哈。好，整个方向是不错的，但是节奏进行的是偏慢的啦，还的确跟我讲的偏慢的。然后大概在你们认识之后4-5个月之后，开始有感情出来说，就像我刚刚讲的，其实你们两个是确定的，不是那个时候才真的有感情发芽，而是那一朵花终于要被看到，而看到或是端出来被看到这样。那这个流程呢？从那一刻拿出来，两个人感情拿出来说，你们两个应该会有一个对话，会觉得有一种类似告白的表达。那这个告白前会有一个非常高度精致的理智的判断，有一点接近受到非常极致的处女座能量而展开的恋人牌。很特别的形容就是说你们要展开一个新的篇章、新的恋情，可是之前却用了非常严肃的、谨慎的，我觉得有正义牌的能量，也有处女座的能量然后处在什么心呢？我觉得，我不知道，但是他会被极致的要求，要很有细节、很精确，要非常讲究缜密性，然后还有很多挑剔。可是这个挑剔都不是挑剔在对方，而是挑剔了这整个状况，好像经历了很4-5个月的谨慎之后，才确定说这个感觉还在，好像还没破，还有一种发芽的状况，所以两个人就会比较进入这个状况，进入新的关系、新的篇章，进入试着交往的篇章，这样子。其实照这里看来啦，他讲的是一个未来的时间点但是我觉得整个行走的节奏其实可以再更快。其实我有把4-5个月讲的再更缓慢一点，但是我觉得应该还有一些特别的奇异点会在这4-5个月之前就感情就会比较强。为什么？因为恶魔牌跟这个牌，他们都处在一种你们的情绪跟互相喜欢的感觉就在你们附近盘旋啦。秋天之后，这个人出现之后，就会有这样子的状况，所以我一直在提示你们说很难回避，很难回避，只是有点故意压抑了想要表达，可能是之前爱情的关系让你们没办法那么快速的表达，可是其实可以，但是主要是你们自己内在的心里那个安定感、安全感没有跟上，所以就很难可以去表达出来了。好，那没有关系来，我来再看2张牌之后，我来看一下你们两个内在的人的本质上的看一下你们的灵魂上来说，我觉得是2股不太容易结合的2股变化性很大的2股灵魂能量啦。但是变化性很大，也代表说你们可以接受蛮多的可能性的。那所以我觉得你们遇到的时候，那一种不安定、没有安全感的感觉，是本质上你们灵魂看待事情。就是觉得不会这么快就进入那个安定跟稳定状况，都要慢慢停看听才会走到那个安定的状况。而你们2个本来就是比较风能量比较强的能量，它本来就要花一点时间
在灵魂的象限来说，我觉得你们是在不同的象限里面的两个差不多的风，没有一定要结合在一起。但是这一次，因为其他人的眼光、其他人的角度，这边说的哈，成为了一种介入。在他们的角度来说，在某个人的角度来说，觉得这两个人应该适合在一起。可是我跟你说，他看到的是看到你们两个人都是属于同一种风能量的性质，而觉得你们两个契合在一起。可是他这个搭桥也是做得不错，搭了桥之后，其他的适应都是你们自己，机会已经创造出来了，适应就是你们自己。我没有觉得适应不够好，只是缺少了非常多的土能量，你们会一直在某种不确定、不安全、不稳定的状况下，一直在慢慢的认识彼此，而是用非常高度的理智能量去判断出结果的，所以他内在没有那种突然爆发性的火花。你知道，真正的土能量都留在你们两个人，其实在底下有一种很细、很模糊的互相的吸引力。可是他一直没有很多东西去佐证这个吸引力在哪里。我喜欢什么，我看到什么，我想喜欢什么，在thân上看到什么，我无法自拔的东西，这些都很难被诠释。所以，即便有喜欢，也没有那么多东西确定你可以往下爱下去。两个人都这样，所以才会慢慢的花这4-5个月的时间，慢慢相处之后，才发现说，确定了，肯定了，可以。节奏是比较慢，但是我这边没有看到某一个讯息，可是我有感觉到，就是他有可能会提早，会有其他更好的事情发生，但是这边都没有。那对于这个点，我直接问恶魔来说，我觉得应该会有提早的事件要发生。那他们怎么说？一个这张说，可能是我自己的以为，但是可能不存在。那这里也说，如果有那个好的能量的话，会指引他们去了哈。也许我的直觉是对，但是现在这2张牌他是觉得有可能没有，是我个人一厢情愿的觉得应该要有哈。那他这样说，我就先接受哈。但是有的时候我还是把我的直觉的部分还是再提示出来一点哈。没关系，我们问一下这个，如果这个牌在这个牌的时间在5月之前，那就是有5月之后到12月，他给的时间点哈。如果是他这样给，那就是没有哈。没关系，我们用6月好了。6月之前就是有，6月之后就是没有，好不好？好，直接用天使牌来问，有没有提早哈？就是不用到4-5个月，大概在2-3个月就可能会认识，这2-3个月就更好了。有，他说有，但是有是有，但是没有提早那么多，哈。好，但是还是值得期待一下。来，我们来翻一下，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人的本质上能量上什么。我们最近很少翻这个哈，我都有点忘记要翻这个，没关系，我们今天练习，我多记得哈。来，我们来翻一下，我们用5张牌来看一下这个人的本质是什么样子的哈。好，2、3、4、5。这里还是有几个东西，前面就已经有看到了。他其实还蛮受他旁边的朋友的称赞的，在工作上也表现得不错。看起来他在他自己的世界里面，东西各方面能力都表达得非常好，展现得很不错啦哈。就是所以也难怪有他旁边有些朋友或同事想要去介绍适合他的人，介绍好的人给他。看来你就是有被这边的朋友有去思考到哈。但是他现在我这边看到一个很特别的事情是，我刚刚说。你可能有一些辛苦点正在突破，正在变好转换中。其实他现在也是，他现在正处于一种比较难的位置，然后他也快翻盘了。可是他要经历到的辛苦跟痛苦，大转变比你的再多很多。他必须有所舍弃才什么的。所以我觉得这一个状况，让他周遭的朋友有看到他的辛苦啦。所以他这个事情过去之后，然后看他单身孤独了太久，所以才开始有一些他比较好的朋友，以一种要让他进入到爱的世界的这个概念里面，想要介绍更好的朋友给他。那这一个概念出现了2次，这边又再讲一次哈。不过他有一个状况是，当他最近的状况难处挑战结束之后，他会想要休息平静一阵子。
所以我觉得跟时间上符合，说要秋天之后才出现，我觉得还蛮符合的，因为现在才差不多秋天末结束，所以要经历完一个夏天，所以他大概真的到整个夏天都要在休息，也不会想要恋爱或是不想要找对象各方面的，他就是要在一个静止的状态。然后大概到秋天之后，其他他旁边的人看不下去的时候，就会把他带出来。应该是走这个走向啦。因为在这里看得出来他的现况，其实他现在过得还不错。表现还不错，工作上面还不错，朋友都很照顾他，对他很好，他还不缺朋友，他其实生活上不无聊。可是他自己内心有某种阴暗面低谷，正在进入很底下的状态。他内心有一种不想说的辛苦，旁边的人不太知道的。可是真的跟他熟的人，要在他这件事情结束之后才会感受到，因为他会突然有点回避、躲起来、安静下来，旁边的朋友会知道。但是这个整个流程大概还要在他的世界里，大概也要经过3-5个月、3-4个月才会到转换。但是他后来他的一些，也有可能是他那边出现的老朋友、老同学，成为一个贵人的状态出现，然后把他拉出来。但是我觉得更多的状况比较像是你这里的老朋友把你拉出来去遇见他。这样，我不认为你们有共同的朋友，但是我认为你们的朋友有人是彼此认识的，然后帮忙把你们两个世界连起来。因为我觉得中间有个断点，朋友中间有个断点，有个断桥，是有桥，可是是不同的桥，这2条桥还没有连接在一起，但是是连接差不多的地方。这样，能量是走量是这样，走向是这样。好，你在期待上、时间上各方面都有。那记得他应该会比你更强烈表达出他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的喜欢。初期他应该会些许的会表达出一些，但是我不觉得你们会立刻进入交往或试着交往的状况，不会。我觉得某些其他更强的能量有把这个欲望压下来。所以要再走一段，要有一些朋友的相处才会累积，要有更多的确定。记得刚刚这边说的，因为他接下来他会有一段时间，他完全没有想过要恋爱、要认识人，所以要让他直接转换到这样恋爱的话，他还需要一个往上的爬坡，需要一点时间。好，那就这样。这是1号牌的朋友，那我们一起乐观的期待吧。那谢谢你来听，祝福你。好，接下来我们来看选择第2号牌的朋友好，来，今天的题目是谁将要牵起你的手？来看一下最先的2个能量最近能量讯号出现的节奏很快所以我讲话就变得很快。我还是基本把它放慢一点整理一下，是因为这节奏最近不知道为何最近的一些讯号出色真的很快来，尽可能的放慢一点好，先把金星水星的能量拿出来。等等，这个方向是这个好，来，这个方向是这个一样的位置，特别好。就先把这些牌放好。你看看这2张这么特别，这个我需要一些佐证来，先说应该这已经不是2选1的问题。应该最近选到2号牌的朋友，你们应该有一个新篇章的新事情、新挑战、新未来。好像之前有一些决定已经都下去了，现在就只是要去行动，要什么这样。那有一些计划或什么要做决定，最近应该会差不多要做下来，因为我看到后面的能量已经往下走下去了，好像没有在拖延，没有在等待，他已经再往下走，而不是要往下走，他已经起步了只是缓缓的起步，但是已经起步动身的动作都已经出来了他那边也是，你这边也是啦。通常我都一起讲了因为这一组蛮有对齐的感觉，他好像蛮像一种都市马拉松大赛的，已经开跑了，起跑了。他跟你有一起起跑，可是可能
你在比较前面，他在比较后面，有一种这种纤维的距离差距，所以会跑到哪里一样的终点，会往哪里一样的方向走去。对我来说，你们现在蛮像是平行的行动中，这代表生活中的什么？你们最近可能有差不多的旅游计划，差不多的生活计划，反正有很多的计划都差不多了，最近都开始要决定，所以你们会在这些雷同的时间点上应该会相遇。那它是一个巧遇吗？偶遇吗？还是有人搭桥建立的？这个我直接翻这里比较快。我翻这个，这个，等一下哈，来，有两张牌走一个讯息哈，这边讯息说你们之间有人莫名的在感情的直觉上面开窍，认为你们两个好像可以拉在一起见面玩或认识各方面，所以在这里看得出来，你们确实是需要一个桥梁，然后还有一个佐证是你们最近的距离没有很远，你们非常近，没有在非常远的位置哦，不然他不会。他不会这样行走，而你们很靠近，却没有看到彼此的讯号，也蛮强的。那这让我直觉觉得会不会是在工作上？直接问这个，有的时候有一些很明确的讯号，我来直接问三张恶魔牌，对于我觉得是在工作上认识这件事情，他们怎么看？来，三张恶魔牌直接翻哦。其实他们讲的内容都很隐晦啦，都比较像是预言式的、寓意式的，我必须去拆除。来，三张恶魔牌，19。第一个恶魔牌说，保持好你现在的状况，保持好你现在的状况，跟工作没有关系。但是我要问的是工作关系的话，那他可能也在提示你保持好你现在工作的表现跟进度，不要有任何差错。那第二张恶魔牌讲说，如果我都把它拉在工作上。如果你在工作上面有一些挫折，有些做的不好的，赶快把它挥别去，不要再想了，不要再拘泥了，往下一步走哈。来，他这边都做的是一个工作上的提示哈。最近你在工作上可能会得到一些需要得到一些认可，然后得到一些获得啦，所以这三张牌比较像是工作上的提示哈。提示完之后呢，我来直接看这个好了。所以这个提示完之后，就是让你们在工作上比较接近，几率提升吗？还是其实这只是额外的在工作上的提示而已，跟这段爱情的遇见没有关系。我为什么要找出这个套路？因为我觉得这里告诉的直觉一直是工作的画面哦。三张。不是工作上遇到，所以这三个工作上是你现在工作上的提示而已。但是三张牌否认了，我觉得是工作上遇到的这件事情。这三张牌告诉我说，如果是在工作上遇到的话，是一个不好的能量的状况，所以不是工作上的哈。所以这三个工作上的提示就当做是额外的 bonus 的讯息，你接受一下哈。好，那现在他说不是工作上的讯息，那我就要重翻了。那他现在的状况跟位置呢？我们要从头来，从这里再从头来哈，把它的现况各方面的牌再翻一次。但是我先看一下这个。果然不是工作上的。来，因为
因为这里的能量哈，除了这张牌，我会觉得它一个很强的分支是工作上有机会联系到。为何我会这么觉得？因为这里有一个被看见的能力上的赏识、称赞、优点各方面的，所以我觉得这一个光芒很强。我在想说，是不是这个光芒让你出现在他眼前，或是他出现在你眼前？所以我觉得是工作上，而不是朋友上面，因为朋友上面不需要展现出这个，可是这边是否定的。然后记得前面有一些其他工作上的提示，可是这边否定的是工作上的。那我就想说，那这一个光芒，你的能力的表现可能会来自于别人的称赞，私底下的称赞，或是你真的展现出了什么。这样，那为何我说他这边说不是？因为他这边基于我说工作上的，他说那个方向是处在一种空洞未知的，应该要转向。在理智的角度来说，是在别的方向。好，这边3张乌鸦牌已经做了提示。好，所以我们来走另外一个方向，来直接翻它的现况。把它盖住了哈。我跟你说，这里派说他现在在哪里，我不太确定他是不告诉我，还是还不知道哦。反正现在你们两个之间虽然很靠近，但是起了一个很大的雾。我常常用起雾来说，就表示说你们在附近，可是却看不清楚。这样，他这边说你们会在一个意外的位置有机会遇到，可是呢，可能会因为某些其他人的纷争。然后认识，打个比方啦，可能你的朋友在跟他那边的朋友在恋爱啦，然后可能闹分手，然后分手，结果你们两边的人都有听到这一件事情，所以才开始可能在社群上连接演算法上面才开始互相关注两边的人啦。他是用这种能量跟概念把你们两边的人连在一起，所以我才说起大雾。这个雾的作用是让你们两个无法看到自己，但没有把你们两个在这个距离上面区分开来。好，那这边我只能很明确的看到说，将有一个新篇章要打开，而且近期就要出来了，它非常符合这里。这个其实一模一样。我刚说最近可能有一些新篇章什么的都要开始了嘛，哈。那一样翻来都只有一个新篇章，可是这边有一个很特别的是，他会用负能量的方式把你们两个人的距离拉近。那这个事情未知，还处在一个很未知的状况。不过这里说有一个慢慢把这整个雾气明朗化、消除化的好能量，有在很靠近你们的地方正在清除中啦。然后清除中之后，在这一个很不错的正能量之后，随之而来有很好的礼物跟有爱的能量在它后面随之而来。所以在这里，我们姑且把它当然是一个时间流过程啦。就是说，首先我们先剔除工作上你们是不会遇到的，再来你们会在朋友的人际关系圈看到，然后呢？最近会慢慢的，这个人的样子形象会慢慢的浮现在你眼前，不知道是网络上还是跟朋友见面的时候慢慢浮现到你眼前。我觉得比较多的是网络上的照片或什么的，然后你会开始有一点点留意到有几个你没看过的人，而他就混在其中。他需要一点点时间哈。然后两边的人可能会在特别的位置遇到，然后你会跟他认识。那个时候两边的人是没有芥蒂的，因为这一个我说的负能量不一定是爱情的啦，可能是那个负能量就是会消除掉。然后当你们见面的时候呢，其实我这边没有看到特别的两个人的吸引力，让你们两个知道你们两个是互相喜欢的。但是这边一直有一个很奇妙的桥梁，有几座很奇妙的桥梁一直在搭建，要让你们两个遇到。它有这个趋向性，很像萤火虫。或是各种昆虫的趋光性，它这边一直有好几种能量把你们两个推到看到彼此，所以它好像在暗示你们两个看到彼此之后就没问题，重要是怎么看到彼此这样。好，很特别的一个概念哈。来，我来看一下魔牌怎么说。对于现在我觉得起大雾没有要立即让你们看到的这一张这个概念，我问恶魔怎么说？他说：“能量正在分配中啊，不要急哈。能量正在分配中，不要急。那是否遇见的时候就会非常有感觉？
他说你们第一印象可能会有点表错情，会把自己不太像真实自己的样子表现出来，所以第一次遇到的时候，两个人吸收到的都是彼此包装住、美化住的个人的样子，然后慢慢的发现更真实的自己的时候，会再进一步的更喜欢。节奏是这样。好，那还有一条路是你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被识破了，你们在包装自己、强化自己，然后很快的就进入很真实的自己的对谈。所以这边有在说，其实无论哪一个方向，第一次见面就很重要。你们好像很快就会进入一个融洽的状况里了啦。好，好。觉得这个还不错，来，我来看一下时间点的问题哈。来看一下，现在开始的接下来半年到1年内，哪个时间点是你们两个会产生第一次见面的最好的能量的3个时间点，最好的能量的3个时间点，然后3张能量会渐弱，第一张最强就50、30、15这样子的能量分配。好，来。第一个时间点说到夏末秋初，好，这个能量最强。来，第二个时间点也是说夏末秋初啊，来，所以夏末秋初已经占了70%的好能量哈。来，第三时间点，第3个时间点说的是夏天初期，所以哈。你大概可以抓夏天、秋节到夏末秋初这段时间，会开始从它慢慢的浮现在你眼前，然后到认识变得比较友好，这样都会有一些出现。可是这3张牌我要讲的是第一次见面、第一次遇到而已哦，我没有在讲你们两个交流这个哦，所以它大概这个夏天这一段时间，它会出现，好，这个能量是最强的。好，那什么样的状况哦？我跟你说哈。这边这3张牌又偷偷说了，有可能是工作上的，但是他也在偷偷说了，反正他有2个选择，有可能是工作上的，但是前面被否定了，所以我们要换另外一条路。他说，就是很平淡的生活中的遇见。如果他这样说，那他一样是回复到人际关系里，可是他的这一个遇见可能只是一种。很平淡生活里的不小心遇见，或是跟朋友见面的遇见，它不是一个谁生日要庆祝什么，或是一个大的旅行，大家一起去旅行或者什么。他这边说的真的是一个很平淡的遇见哦，可能就是你跟你朋友随便去哪里玩，然后这个人出现了，就这样，他也没有所谓的要去一起吃饭，要去约什么，没有，他会比大家约吃饭在更淡更小的一个状况里面出现，它是随机性很高哈。基于这个随机性很高，来，我们看看你们两个人到底有什么好的东西在连接起来啦。因为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因为这里的牌的走向是，你们如果没有一个强而有力的能量在帮你们搭桥，其实你们两个是遇不到的。那是从头到尾一直有偷偷有一个微小的力量在帮你们搭出见面的桥梁，所以我们要看一下到底是什么能量把你们两个连住，或是你们两个的能量有什么任务？这一次的灵魂见面有什么任务？这样，2张好了。第1张说，你们遇见相处本身就有很好的能量基础，把你们两个凑合在一起。白话一点讲，就是说你们相处起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即便第1天认识就当室友，也是没什么问题的。你们各方面能量都是非常稳定契合的。他说的是在灵魂的角度来说，你们可能以前就遇过了，所以有一种熟悉、跟习惯、跟平稳、跟已经磨合好的2股能量，只是这一次再相遇。虽然是以陌生人的角度再相遇，可是以灵魂的角度来说，你们灵魂的契合度已经非常高了，是处于一种非常稳定的状况。那这一次遇到的时候，可能是要去破除之前还没有理解到的一些无知，跟更高深、更深的状况，然后2个人的灵魂要再更进阶去理解更深层的东西，可能是之前遇到的时候没有解决掉的。那这一次他这么说，
我认为你们比较像是创造一份关系，但是也可以创造一份爱情。主要是水能量跟爱情能量，我觉得偏弱。这一次的遇见比较像是在你们的灵魂历程上面要创造一个全新的角度，这样，所以才会让你们在平淡的生活里面遇到的时候就很有感觉，就很在意。其实你们两个很可能在第一次遇见之后，就会自己在网络上留言或是传讯息聊天，是很平淡的这样。那爱情要发芽的时刻，其实我这边没有看到，这里整组全部都只在着重在你们两个的初次见面。那通常会着重在初次见面，不讲未来的爱情，表示说后面要衍生出或展现出什么都可以啦，都可以哦。没有就是没有啊，没有后面的爱情路就是没有，我就直接说。还有2个东西，他没有说，只是可能还没有给，或者这边就是没翻到哈。它不代表没有。来，这边的确说了哈，你们的灵魂角度已经非常熟悉彼此的活力了，而且你们两个一遇到就非常有行动力，想要去哪里或什么，会跟你们原本不太一样。这是2个我觉得类似火能量的相撞，可是我觉得这个相撞的火花的那个爆点，在你们以前就已经有过了，然后这一次在相撞偏向于平稳跟更多探索性，而你们的默契跟你们两个人有没有默契啊，是不是像这个都已经不是问题了，而是看的比较未来性的方向，所以才会对于未来2个人关系刚刚要不要走到爱情这方面是给一个比较未知的状况，因为好像要靠你们2个自己去开创、自己去创造、自己去新的 idea 来去想，还有什么更多的冒险或什么，这的确像是2个很有活力的能量的相撞，但是这边又说了一次。跟前面说的一样，你们现在唯一的阻碍是你们彼此是找不到彼此的，的确需要别人搭桥，让你们2个看到，让你们2个最接近，产生印象，产生要有留意的状况，这样。好，这里差不多哈。来，我来看一下，直接看一下夏末秋初这个时间点的能量叙述哈，我用4个号码来看，这个号码它会有比较复杂性的能量编排之后才给一个答案哦，就是它可能会进入过6层的检定啦，才给出一个答案，所以我看一下，好，后市看涨，哦，在一个夏末秋初的遇见之后，其实它有2个定义，它把它当成是说你要再等一阵子之后，大概夏末秋初之后开始整个能量就上来了，还有一个是能量已经上来了，然后在夏末秋初那个时间爆发。总之，这4个数字出来的结果是非常好的，是所有数字里面我的排列组合里面算是最顶级的好牌，所以他会觉得可能这2个能量跟这里的能量都说夏末秋初是一个最好的能量的点，所以你可能要期待一下跟留意一下那个时候，你要多创造你自己去认识新朋友的状况，因为我这边说你们2个的你们无法自己找到彼此，都必须需要其他人的搭桥，而你们之间有非常多的桥已经在偷偷的搭，只是你会不会走上对的桥，或是走上比较快速的桥，或是敏感的桥，直觉上比较敏锐发现他的桥，他也在走，可是他没有你这么清晰，是因为他不会来看这组牌，他不知道原来有这些事情在发生，他还是靠着他现在的直觉跟状况走。那我不太确定他那边是不是保持着比较有正能量，可是他那边确实是有一个蛮炙热的火能量在他现在的处境里面去感受所有的有关生命力的事情，加上要进入夏天的时候，他这股能量会在爆发，加上他最近会有一种想要打开新篇章、新冒险、新挑战的路径，所以他也有可能会进入想要认识更多新朋友的状态里。记得你们2个现在的状态对我来说，牌面上是对齐的。对齐代表什么？你现在的很多感受跟直觉、意识上的共通是对齐的，所以你看到这张牌，你产生了新的意识，他那边应该在某些时刻或者在睡梦中就会得到这个讯息，影响到自己，可是他并不知道讯息的来源是什么，所以你
最近如果加强对宇宙的许愿、对宇宙下订单的意志，经历了这组牌，然后丢上去，意思是说我希望夏末秋初的时候能够立即看到它，我就有感觉，我是它一定要在那时候出来，把这仪式丢强一点，它就会让你们两个和让它驱使自己比较想要在夏末秋初的这一段时间多认识朋友，跟多出去这样子，会有这个意识影响，但是你无法理解它怎么影响。可是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多把这个意识丢出来，它有点像是许愿啦。你要把它许得清楚一点就好了。好，那我觉得2号牌就这样。我觉得这个蛮明朗的，而且好几个能量都讲到夏末秋初这段时间，你要注意一下哈。其实我不觉得到夏末秋初，我觉得大概到夏天中期，大家都去海边玩，那个时候那个能量就上来了，你要注意一下，好，留意一下。那谢谢你们来听哦，祝福你们。好，接下来我们来看选择3号牌的朋友哈，3号牌的朋友，今天的题目是谁将要牵起你的手？好，我们一样，一开始先把金星、水星能量先翻出来，好，让他做选择。好，来，先洗一下。好，这一组牌好特别哦，在我翻之前，它已经有一个你们两个通往彼此眼界的门的讯号有出来，没关系，我先把这2张牌翻出来。好，好，这2个的话，看一下。哦，你常看你就会知道，节制牌是我觉得在爱情题目里面我最喜欢，跟我觉得能量最强大的牌。它现在应该跟你已经有产生连结了，所以我觉得这一题应该可以跳过认识的时间点。我觉得你们已经认识了。对于已经认识了这一件事情，我先用一个最基础的牌来看一下它的范围。我认为你们已经认识了，因为我觉得能量的连接已经趋近于认识之后的平静下来的位置。好，来，先看这里。你们已经认识了，但是最近不在彼此附近。好，你们不在附近，你们现在在自己的范围里、事件里、困难里、努力里，现在还没有遇见。但是你们两个仍然被有爱情的能量包围住，只是，我觉得爱情的能量还没有出来。但是是有爱情的能量，也就是说，从你们开始认识到现在，你们两个人能量状况都是可以走向爱情的，只是这一个东西还没有爆发出来，变成是一个有意识的想要在一起，或是知道自己彼此喜欢，或是有那么明确的喜欢对方的感觉没有。尤其现在的能量是往下坠的，也就是说，从你们第一次刚开始认识到后来，整个爱情的能量是往下坠的，表示说你们之间没有很强的联系，然后现在又是离得比较远，有点像是各奔东西，在自己的工作环境里面努力，所以现在不太有很强的联系，现在是这样子往下坠的哦。好，那我翻一个时间点。我翻2张，如果他讲的是某一个时间区块，又是，反正他是某一个时间区块的话，没有跳太远哈。如果它是3个月内的一个时间区块，我就会说它是那一个时间区块里面，你们可能已经在那个时候认识。如果它非常远，超过3个月时间点，然后是2个时间点的话，我就跟你说，这2个时间点很有可能是你们认识的那个时间点，是 pass 的，是今天以前，你今天看牌之前的时间点，你要回忆一下，因为你们两个现在距离是拉得比较远的，所以我只是看看这里有没有时间点的提示，让你去回忆一下，2个时间点。这个我
间隔细久一点。第一个时间点，好，等一下哈，我再告诉你我看到了吗？这里说1月到3月底这一段时间，你们已经认识了之前的，好，那现在是处于分开的状况。然后1月的话，帮你算到第1月第2周开始，左右开始到3月第3周中间这段时间，哈，你就仔细想，这时间点有提示。那记得做参考，如果你有的朋友，你会有比较明确的人出现，哈，那你感受一下，哈，没有也没关系啊，没关系，反正这就是一个时间点的提示，这样。那没有就没关系，我回到这里。那最近是比较远啦，那他会近期回来各方面连结，你们2个人的情感其实真的还没有发芽，都还在一个审核确定的前期状况。因为你们2个现在比较远，没有很高频率的遇见啦然后接下来的时间，这个就直接看接下来时间点的，就不啰嗦了。来，从今天之后的时间点，哪2个或是某一个区块时间点，你们2个会有更强烈的接近的时刻，我们来再针对那个时间点来抓哈。来，第一个时间。我就不否认，我直接从这里说，他说4月结束之后就开始要进入你们2个慢慢拉近距离的旅程了。他这里说的所以要等到4月结束之后，整个会开启一个新的篇章。好，那我把这里重来哈。我们来从4月结束之后，5月开始之后的篇章的路径来翻。来，我们来重新审核一下你们2个人的整个状况，从4月之后，5月开始啊，就当5月开始了，5月开始之后的一个连接状况哈。因为他这边说5月开始会进入新篇章，他已经回来往你们2个相聚的路径上走了。最近的讯号都蛮清晰的，我把这个拉开。我看一下，4月之后，5月开始。好，从比较节奏比较快的路径上来说，应该他那边的事情已经到了最尾声，然后要进入一个进阶，所以他那边在处理自己的事情的状况，应该已经得到蛮好的评价，正在升级中，正在转换中往上这样。然后他整个人的状态会从一种工作状态或是人生历程的状态里面转换成很需要爱情的状态，然后在你附近盘旋。其实他这个爱情的水能量已经靠近你了，在你附近盘旋了，而你现在所处的周遭环境的爱情能量也在慢慢的浮现当中。为什么？因为你周遭的有些人现在也进入了爱情的状况里，所以你有感受到那个爱的能量，或是正在被那个爱的能量包围。你附近甜蜜的人不少，不会只有一组。所以这一个人他在回来的时候，加上他的水能量也在爆发中，看来你们中间是有彼此认识的人，然后会互相感染这样子。然后这边有看到一个场合，在你们未来可能会因为朋友的聚会或什么。可能确实是一种庆祝的概念，然后2个人都深受感染，可能也是去参加一个婚礼，这样深受感染，然后让你们2个人看到彼此第一眼的状况是非常好的，而且在比较遥望的节奏比较慢的路径上，有好的幸运能量也在慢慢的逼近中，然后小心一件事情就好了。你们一直都处在距离比较远的状况，即便在一个聚会里面，你们也不会坐在彼此旁边，也可能坐在不同桌，
站的位置也可能比较远哈，这个是你们小小的阻碍哦哈，它就有一个远的感觉，要遥望看得不清晰，要慢慢的走近靠近才有哈。还有你们中间有一个阻碍是你们一直在帮忙跟烦恼其他人的事情，而忘记看重自己的感觉，然后它会让你们不小心在很靠近的时候，完全忘记了要看顾自己，也有恋爱的情绪，记得哈。那我要用比较私心的概念来提示你，如果你身边有一些朋友，无论是进入爱情的恋爱状况，或是爱情的烦恼状况的时候，不要太接近，听听就好，不要太介入，不要太换位思想、换位思考，不要太这么投入进去。主要不是说这是一个坏能量，不是，而是你会被这种很好的能量催促着，让你想要靠近，然后就像我刚刚前面讲的，忘记自己也正在身处于一种爱情正要接近的状况，而不小心忽略了自己在遇到这个人的时候，自己的想爱情的企图心、远望各方面的，你会忘记或会被忽略哦。我要提示哦，当你们两个非常接近的时候，至少有3股好的爱情能量正在你们附近盘旋，就在你们两个很靠近的时候，而且还有幸运能量也跟着。然后，可是你们都会被其他旁边的事情影响而分心、忘记或忽略了自己，也正在一个爱情很靠近的一个状态里。再来。你们的第一次对话很有可能都在讲一些跟爱情没有关系的，可能在讲金钱，可能在讲生活、未来、旅游什么，都忘记去谈喜欢这一件事情，这会是一个迷雾弹。你们两个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很可能会这样，然后两个人都收住或瞬间就收住对方的好感，而转向于聊一些只是为了做朋友的概念里。其实两个人应该要有好感就要跑出来，因为水能量的加成作用，加上他这一次回来跟你遇见的时候，他的心情转换已经是对自我的满足非常高度，他其实心里是充满爱的期待的。你们之间除了有他人的事情会让你们分心之外，你们还有一些视力不好的状况，也就是眼睛起雾的状况。他这个状况是让你们没有看清楚对方眼前这个人就是你接下来要恋爱的人。他这边给的提示就这样，我不知道为何这个讯号这么顺的时候，然后要让你们起雾了。可是我觉得有一个幸运的不错的东西是，旁边应该有人会看出来你们两个可以恋爱或是很适合，所以即便你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有一点类似错过或词不达意，或是没有表现出喜欢的话，旁边的朋友有人会发现，其实会或误以为你们，或是我觉得会比较像是发现你们已经互相喜欢了，会比你们更明确，有这个概念哈。尤其你身边有正在热恋、正在谈恋爱或是感情状况很稳定的人，他们对这一个状况感觉跟视觉更清晰，比你清晰很多。然后这边还是要再提醒一次，如果身边有人有爱情的烦恼的话，听听就好，当耳边风，听听就安慰一下，就不要放在心里，不要哈，因为你会把自己其实感受爱的能力在这个阶段会有一点下降，好，会有一点下降，好，有点坏心啦。可是我们今天贩卖是为了你，来，我来看一下接下来的时间点哈。刚刚都已经说了嘛，哈，是夏天之后，来，我们再翻一下。不是夏天之后啦，4月之后。来，我们再翻一下4月之后的1年内有没有更好的2个时间点？那这2个时间点，我是排除掉你们2个遇见，我已经当做2个人认识了，然后2个人的感情加温变得更亲近的2个时间点。明年下一个春天初期，下一个夏天初期，好，就这2个时间点，好。就特别提示一下，好，看来你们的认识到交流可能会持续1整年这样。那我觉得应该是这2个时间点才会比较确定关系了哈。好，来，我们牌来问哈，来，我先问1个，问2个。
对于我说，大概要4月结束之后，整个流程进度才会往前，才会开始。原本两个人离得很远，才会开始比较靠近。这一件事情，两个恶魔牌怎么说？好，他说4月之后结束之后，整个两个人的附近的能量正在安安静静的静置中，好像就在这个混乱里，混乱就开始慢慢的停止下来，沉淀下来。好，看来沉淀下来之后，整个能量的路径跟你们相应的路径就会开始比较明朗了。这边说你们其实在本质上、本能上有在做一个强化，应该有在能量哦，不是你们的意识上有在做连接，把你们两个拉回来。这边说在4月之后就会把你们两个能量拉回来了哈。好，再来。对于你们第一次遇到的时候，会不会因为其他人的事情错开了、错过了，没有在第一次就表达出很明确的喜欢？是不是第一次就不会表达出很明确的喜欢呢？哎呦，他说，无论如何，你们第一次聊天的时候，不要谈以前的爱情故事，不要聊，不要聊。好，来，我们再给第二张，这边做的是一个警示牌。第二张说，你们第一次遇见之后，那一种好感、自在、舒适的感觉就会随之而来了，不用担心。好，来，对这两张牌，来这两个时间点，春初跟夏初这两个时间点是，我直接问这两个点，哪一个是你们确定感情的时间点？不要了，这个太尖。我觉得直接问哪一个时间点是你们开始比较对彼此的感情比较明朗的时间点？这边说春，我觉得这两张牌给的比较明确的是春天初期。好，春天初期，因为它这边有一个好能量交换中，两个人好能量交换中。好。我觉得整个走向都比较好，时间各点你就感觉一下哈，时间点各方面都有。来，我们来看一下5月开始之后的两个人能量的走向。哎，等我一下哈，因为它是6个阶段的符号的讯息过滤完之后给答案哈，然后看一下。好，好，我觉得完全跟前面差不多，都在说4月结束之后，整个能量就是一直往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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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上去，跟前面讲的一样哈，好能量都开始进来了，幸运值能量也开始进来了，都是一种往上加分的能量。水能量也从3处不同的角度也都流进来了哈，所以看来就是5月之后后市会看涨啦。哦，但是他没有特别说5月到12月这一段，或者5月到明年下一个2月这一段有什么？他这边他空掉，它可能就是一个累积的关系一直往上。那我是觉得也差不多要认识了啦。然后我跟你说，这里至少有3个点都说必须要在朋友的聚会、认识、交流之间遇到，因为即便是现在这个时间点，都说你们附近有一些爱的好的能量正在影响中，所以这边也在暗示一件事情：是多跟正在热恋中谈恋爱、感觉不错的人出去，因为他们身边的好能量会把那一个要跟你遇见的那边的人的好能量都吸引过来，所以你们会变得很靠近。我没有觉得你们2个人的生活圈跟朋友圈很靠近，可是这两边的人际关系圈好像正在做出一个正能量的交换的吸引中，那个就是别人的故事线的发展啦。别人现在可能正在处在一种状态很不错的两边交流之中，那你们2个是各自独立的，好，然后只是都在互相吸引，好。可能是你的能量你旁边的人的能量正在吸引着你，拉近他们，
这样子啊，我把其他的翻一下，大致看一下就好，因为差不多讯息差不多都出来了哈。我大致看一下就好了。好，能量正在行走往对的方向行走中哈。然后你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应该会有一瞬间的喜欢，可是很快就会消弭下来了。记得要把那个瞬间的喜欢抓住哈，才会比较确定眼前的人是谁。那这边说，现在唯一的比较大的缺点是节奏是属于偏慢的，它还没有急速，是慢慢的，还慢慢的爬，它有点像是往天空上面的一个天梯，直线垂直的在慢慢的爬，没有那么快，慢慢的往上爬，但是还不错。然后你们两个人的相处，各方面的内在啊、身心灵的没什么问题，只是契合、结合、发展到合适、有默契的节奏也是偏慢的。反正至少3张牌都说4张牌都是5张，5张。你们的关系的发展要进入到爱情那个节奏是偏慢的，所以我觉得蛮符合这边讲的，大概就是下一个春天、下一个夏天的时候，关系才会有比较确定到恋爱的喜欢，前面的关系发展就会比较慢。可是这个发展比较慢也有可能一个原因啦，你们以朋友的相处方式来去见面的频率偏低。好，频率偏低，所以前面才说他一出现的时候，你要有比较强烈、比较敏感的感觉到就是他，然后你们要有表达比较清晰，或是见面的频率要再更高，才有可能把这个节奏拉快，不一定要等到那么久到下一个春天去这样。好啦，我觉得这里就差不多是这样哈。那你期待一下哈，如果你要我从这整个流动上面来说，它什么时候出现？我觉得就夏天会出现，只是不会那么明确知道是它出现，好吗？好，然后这里也没有特别的事件点来发生，让你们发现是对方这样。好，可是我还是觉得，因为你们附近的水能量很强，在第一时间搭配着风能量，我觉得会有一种太阳雨的瞬间，很快消灭。可是那个瞬间，如果你有感受到抓住，就会明确知道是这个人。但是他很快就消失，很快就结束哦。只能看当下的情况如何。那我觉得应该会有好运气，让你们有意识到这件事。因为在我看命运之轮的流动节奏来说，命运之轮正在滚到那一个时刻旁边了，最好的能量也差不多再进来啊。总之啦，这组牌从5月开始之后，整个好能量就都打开门了，再流进来。所以它要出现不难，但是我总觉得要发展到有爱情的感觉，或是2个人都明确表达出爱情的感觉、恋爱的感觉、喜欢对方的感觉的节奏，真的是偏慢，因为定义速度的牌有点太多了哦。好了，那就先这样，那我们再期待一下，反正还有别的影片可以让你找到相同的讯息。那就这样，谢谢你们来听哦，祝福你们。